1块钱，就1块钱，收你这60亩鱼塘。村里说了，收回这片鱼塘，从现在起，它不属于你了。1块钱，就想买我这60亩的鱼塘？说清楚，不是买，是收回。村里统一规划调整，这地要重新发包。鱼塘承包合同终止通知书。李哥，我这合同签的是20年，今年才第5年，还有整整15年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听清楚了，在青石村，我爸是村长，我他丫就是合同，鱼塘要收回，鱼全给老子留下，全当这5年的租金。彪哥，这塘里不止几千斤吧？我看少说2万斤。那就当我李家吃点亏。夏晨，你现在可以滚蛋了。5年前，这里连草都不长，是我一锹一锹挖淤泥，一车一车铺石灰，一夜一夜测水温。去年发大水，我扛沙袋守了3天3夜，水涨1厘米，我就加高1层梗。那3天，村长连面都没露过。现在水清了，鱼肥了，他说合同到期了。行，你说行？鱼塘你拿去，鱼也留下，我走。李大彪，这行水很深，小心别淹着。李大彪，你这费劲浪费的东西，你不得好报！闭嘴，臭娘们儿！别，让他骂，让他骂。反正从今天起，这60亩水面姓李了。夏老板，你那几个氧气瓶和自动喂料器也留着啊，算个天头。60亩的鱼塘就这样被1块钱强行霸占了，真是短剧走进现实啊！周站长，我是夏晨。北山脚下那块荒地，今天能签合同吗？今天？你之前不是说考虑考虑吗？考虑清楚了，就今天签，10年期的，一次性复工。夏老板，那块地条件太差，连块像样的平地都没有。你青石村那片鱼塘不是挺好的？怎么突然要换地？换个方向，换条活路。老马，施工队今天能进场吗？今天？夏老板，你这也太急了，兄弟们手头还有别的活。北山那块地，我要挖3个标准池，每个40乘60，越快越好。钱今天到账。行，夏老板仗义，我推掉别的活，今晚就进场。5年前，我带着12万回到这个村子，在车上敲了3下方向盘，那12万变成了60亩水。今天我又敲了3下，一次比一次重。本县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黄毛，过来。彪哥，啥事儿？你说夏晨那小子1个月卖好几十万，他是怎么卖的？听说是分批出个几千斤，一条鱼1斤2、3两，能卖到16、17块一斤。3000条鱼，要是每条再种个2两，就多出600斤来。600斤按15块一斤算，那就是9000块。这样大起来情况，要是再狠点，催出半斤肉来，那就是2、3万的纯利。彪哥，可这鱼已经这么大了，还能催得动吗？你懂个屁！我昨天在镇上碰到一个卖饲料的老刘，他说了，有一种饲料里面掺了大量胖化淀粉，鱼吃了之后吸水膨胀，肚子撑得圆滚滚的，上称一称，分量蹭蹭往上涨。还有这种好东西？老刘说了，那饲料是他们厂之前出的一批等异品，蛋白含量不达标，被大客户退了货，堆在仓库快过期了，原价1吨4000多，现在处理价1吨只要800块，这不是白捡吗？800块，这么便宜？那咱们多买几吨，往死里喂，几天就能把鱼催肥了。就是这个理儿，我已经给老刘打过电话，他今晚就派车拉5吨过来，你去叫几个兄弟，今晚加个班。彪哥，我听说下池前喂的可都是进口鱼粉，1万多一吨的那种，咱们突然换这么便宜的饲料，鱼会不会吃出毛病来？能有什么毛病？鱼就是鱼，畜生而已。他知道什么？只要能吃进去，那就是肉。他夏晨
花1万多买饲料，那是他傻。我李大彪花800块买的，照样喂得活蹦乱跳。对了，彪哥，加这么多饲料，这增氧机还开不？夏晨以前天天晚上都开，那是他傻。白天氧气足着呢，晚上开什么开？费电。可是老张头说养鱼就是养水。老张头是谁？村里养过40年鱼的那个老头，夏晨以前老去请教他。一个过时的老东西。现在是新时代，懂吗？咱年轻人的天下。彪哥，货到了。老刘，辛苦了，辛苦了，5吨都拉来了。那还能有假？5吨，1吨800，总共4000块。彪哥，你是现结还是？急什么？等我鱼出了塘，少不了你的。兄弟们，卸货！我靠，彪哥，这玩意儿怎么是臭的？该不会坏了吧？瞎说什么呢？这是发酵型饲料，就是这个味儿。你闻着酸，鱼吃着香，尤其加州炉最爱这个味道。老刘说了，就是这个味儿，正常，别磨叽，赶紧搬。哈哈哈哈！800块1吨，夏晨那个傻摊要是知道我这么会做生意，怕是得气吐血。看见没？吃了，他们吃了。我就说嘛，畜生知道什么好坏，能吃就行。兄弟们都别愣着了，刀给老子敞开了刀！刀！彪哥，一次倒这么多，会不会太多了？多个屁！你看看，你看看，他们吃的多欢！老子就是要趁这几天把他们催得肥肥胖胖，1天3顿，1顿10袋，3天后出藤，不信他们不中。再加把劲儿，还有30袋，全给老子倒完！明天早上老子要看见他们的肚子撑得圆滚滚的。好嘞，使劲倒！行了，今晚先这样，明天一早再来喂。彪哥，这水怎么好像变浑了？浑什么浑？饲料嘛，总有点粉末，正常的。等过2天鱼吃完了就清了。走，回棚里喝酒去。今晚兄弟们辛苦了，彪哥请客，1人2瓶冰啤。谢谢彪哥。3天之后，咱们就把这塘鱼全拉出去。镇上所有饭馆一家一家送，15块1斤，少1分老子都不卖。这3000条鱼，少说也能卖个7、8万。彪哥英明，跟着彪哥，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夏晨那小子辛辛苦苦养了好几年，还不是替老子做嫁衣？这世道，心眼活泛的才有饭吃。明天老子就去打听收购商的电话。什么味儿？彪哥，好像是塘里飘过来的，不会出啥事儿吧？能出啥事儿？饲料嘛，下水了总有味道。咱们喂得猛，鱼拉得多，自然有点臭味儿。明天开2台增氧机打一打就散了。妈的，真臭！夏老板，我跟你说个事儿。昨晚有人看见3辆卡车绕后山进了老鱼塘，具体拉的什么还不清楚。3辆卡车绕后山，还是半夜，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夏老板应该已经把鱼挑好了，上次那批草鱼条条2斤往上，市场上抢着要。我卖了20年鱼，跟多少养鱼的打过交道。夏晨那孩子的鱼从来不死在塘里，他那塘水一走进去就能闻到甜味儿，别家养不出那个味道。夏老板，我来拉鱼了。死鱼？夏晨的塘里怎么会有死鱼？他养鱼5年，从来没翻过塘。什么夏老板？从现在起，这鱼塘姓李了。你是来买鱼的？我是镇上菜场卖鱼的，今天还是草鱼100斤。
去捞100斤。过来称，120斤，多出来的算你赚了，1斤8块，一共960。这都什么鱼？半斤重的、3两重的混在一起，还有几条鱼鳍都烂了。夏老板给我装鱼，条条2斤以上，从来不混这种小苗子。这筐我不要，你给我按100斤重新挑。你这老头存心找事儿是吧？捞都捞上来了，你不要也得。老东西，你听清楚了，从今天起，夏晨不在这儿了，鱼塘是我的，鱼也是我的，你要买就是这个货，就是这个价，不买你走人。行，那就这筐，你说120斤，咱们称一下。称什么称？我抄网的时候心里有数。小伙子，我们这行有个规矩，过手必称，1斤都不能少。我今年63了，在菜市场搬了20年鱼，100多斤的货，我从来不喊腰疼。但你这个叫吃秤多，你那破称不准。看清楚，550毫升的矿泉水，553.5克，这秤用了8年，误差从来没超过3克。行，老爷子厉害。这样，今天是底下人不懂事，这筐鱼你按87斤给钱，当我交个朋友。以后你尽管来，价钱好说。696，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小伙子，夏晨的孩子我认识3年了，他养的鱼从来不死在塘里。你这塘管理不当，已经翻塘了，赶紧找人看，不然这满塘的鱼够你哭的。彪哥，什么叫翻塘？我他丫怎么知道？去把村里养过鱼的那个老张头给我找来，就说1天200块，让他来看看。彪哥，要不要把增氧机打开？那你他娘还不快去！彪哥，好像越来越多了，我是不是开错了？这个机……夏老板，这块地条件太差了，光推平就得3天，还要挖3个池、铺防渗膜、修引水渠，你这工程量大得很。先挖3个标准池，每个40乘60，引水从这里开，把山溪水直接引进来，取水口设在上游，保证水质不受干扰。你一个养鱼的，怎么懂工程设计？5年前我在青石村挖第1桥的时候，也有人说一个城里回来的毛头小子懂什么养鱼。后来那60亩水面替我回了话。老马，这里3个月之内要能投产，你只管挖，钱今天到账。路我自己修，电我自己拉，水就用这山溪水，只要工程不停，别的你不用操心。你放心，我干工程20年，没见过你这么干脆的甲方。我以前给李大便家修过路，那小子欠了半年工钱赖着不给，最后闹到派出所才结清。跟他比起来，你简直是活菩萨。陈哥，鱼塘出事了，张顺发老头被李大彪叫去了，鱼一下午浮了好几百斤死鱼，李大彪急得直跳脚，到处骂人。知道，按计划走。明白，我已经跟老主顾们都打过招呼了，他们说李大彪要是去卖鱼，1斤都不会多给。夏老板，你青石村那片塘真不干了？那口塘教了我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养鱼得先养水，养人也一样。坏水养不出好鱼，坏人养不出好事。张大爷，彪哥请您过去帮忙看看鱼塘，1天200块，让他找别人。张大爷，这不是没办法了吗？那鱼塘一下午浮了好几百斤死鱼，增氧机也开了，越开死的越多。越开越死？我也不知道咋弄的，水全浑了。哎呀，走吧，去晚了，这满塘的鱼都得报销。大彪，你这塘翻得不轻，别说没用的，你就说怎么弄。
第一，今晚增氧机全开，但只能开额定功率的60%，开太大反而搅泥，死得更快。第二，3天之内必须清掉这批草鱼的成鱼，糖已经超过承载量了。第三，饲料减量，你现在一天喂的量比夏晨那会儿翻了1倍还多，鱼吃不完，沉底一发酵更耗氧。夏晨以前一天喂几斤料都是看水温、看溶氧算好的，你这一上来就死命往里倒，鱼不死才怪。行，老张头，你有两下子。这样，你在我这儿干1个月3000，帮我管这个糖。算了，我这把老骨头干不动了。大彪，你记住，养鱼不是养力气，是养水质。水不好，喂再多饲料都是白搭。你今晚就去把那批过期饲料给我拉回来，别让人看见。明天一早就发消息，就说咱这儿有大量草鱼急售，比市场价低1成。低1成那不是亏了？亏什么亏？咱们给鱼喂饱了再过秤，一条鱼肚子里多3两饲料，1斤多卖好几毛，算下来大赚。再不行，就给老子用激素拌料，让鱼喝了水不掉分量。知道了，彪哥。对了，今晚这些死鱼别扔，趁还没臭，明天一早卖给镇上做鱼丸的小作坊，就说刚死的，半价。夏老板，我今天去拉鱼了，那姓李的坑我87斤当120，我给了他696块，1分没少给，1分也没多给。你那口糖被他祸害的不轻，翻糖了。坏水养不出好鱼，坏人养不出好事。现在，我要让某些人亲眼看着，什么叫真正的好水、真正的好鱼和真正的好日子。恒丰，那不是省城最大的水产加工厂吗？李大彪这是要发呀，才接手几天就把恒丰招来了。夏晨养了5年都没招来过恒丰的人。哼，青石村都说我没本事，我这才接手几天，省城的大厂自己找上门了。夏晨养了5年都没这待遇，做生意靠什么？靠路子，靠面子。李老板，我们之前在电话里沟通好了，今天先看货，品质没问题的话，第一批要2000斤草鱼，价格随升就市。没问题，周经理，我这塘里的鱼个顶个都是精品，满村的人都知道。快捞鱼，挑大的捞。李老板，我自己看看鱼。李老板，这批鱼你喂了什么饲料？正规饲料啊，镇上买的。哪家的？那谁家的？周经理，你买鱼看货给价就行了，问那么多干什么？李老板，这批鱼有严重肝胰脏病变，肠道积水也很重，典型的长期投喂高激素饲料的症状。你看这个，正常草鱼的肚子是平的，你这个鼓的像塞了乒乓球。还有这几条，鳞片松动是细菌性烂鳃的前兆，水质已经恶化了。这批鱼我们厂不收。不收？你耍我？大老远跑来看2眼就不收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个汤一天能出多少鱼？得罪了我，以后你在青石村都买不到鱼。李老板，我们恒丰1年采购水产品上千万斤，合作养殖户超过300家，能跟我们签独家直供的不到1/5。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要的不是鱼，是信誉。我这一眼看下去，看到的是你1整年的管理记录，用了什么料，调没调水，治没治过病，是不是规范出塘？你让我看这批鱼，我连你塘底是什么水质都能猜个8、9不离10。对了，以前青石村这片水面是不是有个叫夏晨的养人？我同事去年跟他合作过一单，说他的鱼品质能排进全省前3。本来今年打算把他列入直供基地候选名单的，可惜了。周经理，你抬抬手，该有的意思我会安排到位。你一个采购部的，采购哪家的鱼不是采购？李老板，我再跟你讲最后一遍，我们厂采购只看货不认人。今天这批鱼别说是让我收，你就是白送，我倒贴你运费我都不要，因为收了你的鱼砸了我的质检招牌。在恒丰质检不合格还强行收的，直接开除。恒丰都不要他的鱼，人家周经理说的对，你看那塘里的水都黑了。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彪哥，咋办？
咋办？我就不信方圆百里就他一家收鱼的。去放消息，草鱼降价，1斤6块5，有多少要多少，来者不拒。6块5，彪哥，现在市场价都9块了，咱们6块5那不是亏？你懂个屁！先把鱼卖出去，回笼资金，等这批清完了，下一批咱们再想办法。夏老板，我干这行20年，什么鱼塘都修过，像你这么较真的头一回见。一般人挖个坑铺层单膜就得了，你这又是3层打底，又是预留监测井的，连塘当皮度都在图纸上标得明明白白，你这是在搞科研吧？马叔，养鱼这行90%功夫不在水里，在岸上。塘子修不好，后面全是事儿。我听人说你在这条溪水上游专门建了个蓄水池，山溪水太凉，直接放进去鱼不长，先蓄起来沉淀泥沙，还得调水温。你这套整下来得花快200万了吧？夏晨，张顺发那老东西是不是你派来坑我的？张顺发，怎么了？怎么了？他前天来我塘里看了一趟，跟我说翻了塘，让我赶紧把成鱼全出掉捡饲料，我全照做了。结果今早才发现根本不是翻塘，就是增氧机功率开大了搅了泥，关小点就没事了。我要是全出了塘，得赔掉裤子。说是不是你让他来骗我的？李哥，张顺发养了40年鱼，村里一半养鱼的人请教过他，他跟你说增氧机别开太大，3天内清成鱼，饲料减量这3条。你哪条觉得不对？他说的翻塘是指塘底氧气不够，开始大面积浮头死亡。你那个增氧机功率开太大，把淤泥搅加速了水质恶化，这是翻塘的典型症状。他说3天内清成鱼，是说如果不趁这批成鱼还没死光赶紧出塘，后面全得烂在水里。他说的每条都对。你少废话，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说，你以后在青石村这地头上别想安安稳稳做生意。李哥，我养了5年鱼，没偷过别人塘里的水，没掺过半两沙子，没卖过一条病鱼。塘里的水我1天1测，饲料1月1换配方，每条出塘的鱼都在出水池里调养3天，停了时去了腥。我做这些是因为做买卖得凭良心，我把塘让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守不住。你他娘！李哥，养鱼看着简单，水深的很，塘底多厚，水多深，温度几度，溶氧多少，氨氮浓度，亚硝酸盐，这些数据我每天测一，5年1天没断过。你以为抢了个塘就能赚大钱？那我现在告诉你，你那些鱼再有3天就会大面积爆发细菌性烂鳃，到时候不是死几百斤的问题，是整个塘都要消毒灭塘，你信不信？少吓唬我！你等着，等我爹给你的新鱼塘断了水电，我看你还怎么硬气！夏老板，有人找你。夏老板，你这厂子让老头子好找啊！我先去了青石村，你那彩钢瓦房锁着门，问张小商，他磨了半天才说。赵叔，你怎么找过来的？这俩是隔壁镇的，跟我一个市场。这是老刘卖水产的，这是老钱开小饭店的。听说我认识你，非要跟过来看看。夏老板，我听赵叔说，你以前出的鱼货架期比别家多2、3天，差不多。我出塘前会让鱼把肚子排干净，这样肉质紧实不腥，摆在冰台上卖相好。我说怎么赵叔的鱼摊每天不够卖？以前我也从李大彪那儿进过一批，看着个头大，回去一切开，肉是面的，腥味重，顾客吃了都回头找我。后来我宁肯跑远也不要他的货了。夏老板，你什么时候重新出鱼？我的饭店每月需要200斤草鱼，1个月以后。第一批先出1个塘，保守8000斤。今年草鱼行情涨了，以前出塘7、8块，现在普遍9块了。我给你9块2，但你得保证跟以前一样的品质。品质我保证，价格各让一步，9块不加。但我有个条件，以后出鱼不赊账，现款现货。我保障品质稳定，你们保障及时结账。夏老板，李大彪最近把秤调的比谁都黑，还办激素料催肥，你说他那么搞能撑多久？撑不了太久。夏老板，老头子我卖鱼20年，塘子被抢了还一句脏话没说的人，你是头一个。不过老头子明白，你不骂人，不代表你不会赢。何工，那批抗逆性强的鱼苗什么时候能提？夏老板，这新品种全省才放了2家试验点，你确定直接用？确定。行，20天后。但说好了，这苗抗病基因虽强，对水质饲料要求也高，别养砸了。彪哥，镇上那个饲料厂来电话了，他们说那批饲料不光是过期的，里面掺了工业级的。彪哥，今天又死了200多斤，照这样下去，不出1个礼拜，这塘里的鱼得死光。还有，镇上菜场又跑了3家老虎顾，李大爷、王麻子，还有开鱼火锅的老孙都不来了。他们说宁可跑远路进货，也不来咱这儿受气了。说咱们的鱼
跑了就跑了，离了他们老子还不过了。去，把剩下的鱼全捞出来，明天拉到隔壁县去卖，那边没人认识咱们，不会挑三拣四。你他丫愣着干嘛？还不快去！老赵，李大彪那鱼塘你去看过没有？不去，那塘我去治了，传出去别的客户还敢用我的药。夏晨养了5年的好水好鱼，这才几天就败成那样，塘水发黑，死鱼浮了一层，走近了熏的人恶心，那塘没救了。他那鱼还能卖吗？我跟你说，他昨晚从镇上拉了好几吨低价饲料，我认识那个送货的，保质期都过了半年了，袋子都没了。这种料喂出来的鱼吃了要出事儿，我听说好几家吃了他鱼拉肚子的。哎呀，我媳妇昨天在市场买了条鱼，回来一炖，肉是面的，腥的不行，会不会就是？那怎么办啊？十有八九。我跟你们说，以后买鱼认准卖鱼的，像夏晨以前那个品质，全省找不出几家。村民们说要把鱼塘给夏晨。又是夏晨，什么都是夏晨。那姓夏的到底有什么好的？不就是会养几条鱼吗？凭什么整个青石村都向着他？爸，北山脚下那块地是谁批给夏晨的？什么北山？那块地不归村里管，是镇上土管所直管的。你不是村长吗？你去跟他们说说，断了夏晨的水电。那小子不识抬举，得给点颜色看看。你急什么？我虽然是村长，也不能什么都硬来。先把你的鱼塘管好，别动不动给我打电话。可是爸，行了，我下周去镇上找个朋友吃饭，到时候我提一句北山那块地的取水许可，吃顿饭的事儿，你放心。18度2，适中，比我预想的要好。恒丰的人今天去了青石村，5辆大车待了1刻钟，一条鱼都没收就走了。周经理走的时候脸拉得老长。听说李大彪昨晚连夜拉回来好几吨低价饲料，包装袋都破了，一股霉味。今天早上又有好几家老脚布被他在秤上坑了。赵叔直接气得不卖了，登车回去了。转告赵叔他们，北山脚下新鱼塘1个月后开业，前30名老主顾，第1单按成本价出。5年前我养第1口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傍晚，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一把锹，一片烂泥滩。现在我有3个标准塘，全套自动化设备，省水产所的新品种鱼苗。这5年教会我一件事，养鱼不靠运气，靠每1分钟的管理。孙哥，好久不见，今天中午有空没？镇上开了家新馆子，我请客。国富老弟，你这大老远跑来，不光是请客吧，也没啥大事儿，就是问问北山脚下那块地是不是批给一个叫夏晨的了？对，上个月签的合同，10年期，一次性付清承包费。怎么了？这块地能不能缓一缓？我们村里有统一规划，可能得收回，重新调整一下。国富啊，那块地是荒地，几十年没人要。你们村前几年说要调整规划，也没见出什么具体方案。现在有人承包了，你们反倒要收回了，这不是规划才出来吗？再说了，那小伙子年轻，把那么大笔钱砸那破地上，万一赔了……国富，我给你透个底儿，夏晨那块地报上来的材料我看过了，他在北山脚下不光挖了3个标准塘，还申请了生态养殖技术示范项目。县畜牧站已经派了技术员下来对接，我也批了。这种项目有政策扶持，不是你一句话说停就能停的。县里都知道了？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上面现在对乡村产业振兴抓得很紧。你青石村有个养殖示范项目，以后对你村集体的考评也是加分项。我给你个建议，别听你儿子的。还有，你管好李大彪，他这几年在外面搞的烂事我都知道。以前他那些小打小闹的，看在你的面子上，没人跟他计较。但夏晨不一样，他这块项目现在是挂了号的项目，你别犯糊涂，动了不该动的人，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他。孙哥说的哪里话，我就是来问问，没别的意思。中午的饭不吃了，下午还有会。陈哥，李国富今天去了镇上，孙所没给他面子，回来的时候脸黑的不行，取水许可的事儿黄了。距离第1批鱼苗下塘还有20天，鱼塘、设备、水源、技术、人力，5年的积累，全部压在这片山坳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抢走任何东西。
镇上那边走不通，你别再去找夏晨麻烦。夏老板，新品种鱼苗提前孵化了，最快10天就能提，整整10万尾。你那边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让他们来。彪哥，又死了30多条，这几天加起来死了快2000斤了。要不，咱找人看看？看什么看？老子不信这个邪！那批饲料还剩多少？还有2吨多。继续喂，1天多喂2遍，鱼能撑到出塘就是钱。你好，我们是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接到举报，说这个鱼塘近期有大量死鱼，而且疑似使用违禁药物和发霉饲料。我们来做抽样检测。领导辛苦了，哪有的事儿？就是前几天天气热，翻了几条鱼，不算什么大事儿。你这水怎么回事？这个颜色不正常。就前几天下雨，山上流下来的泥水。小张，去仓库看看。是，周队。哎，李哥，这不好吧？周队，你看这个，这是喂鱼的？不是，那是我家喂鸡的，放在这儿忘了扔。喂鸡的堆在鱼塘仓库里。李老板，我再问你一次，这塘里到底用了多少？水样和鱼样我们带回去检测，3天内出结果。如果检出违禁药物残留或致病菌超标，你这批鱼禁止销售，鱼塘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领导，咱们商量商量。我爸是村长。你爸是村长，那更应该懂法守法。我干农业执法15年，还从来没人敢在我面前打村干部家属的。对了，检测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会同步抄装给之前跟你有过交易记录的采购商。如果他们发现从你这儿进过问题鱼，回头追责，你得自己。彪哥，咱咋办？去，把塘里能捞的活鱼全捞上来，这2天全部出塘，能卖多少卖多少。只要鱼出了塘，他查也是白查。陈哥，你这回是动真格的呀？以前也是真的，只是以前没机会做大。每个人管好自己那一块，出了问题能追溯，能追责。不是我信不过你，规矩得先立起来。夏老板，我爸让我来你这儿干，他说你这个人靠谱，跟着你不会吃亏。你当过兵？5年，去年退伍的。那正好，以后鱼塘的防盗和夜间追潮你来负责。好。陈哥，我听我爸说，恒丰的周经理主动联系你了。他说等我这批鱼出塘，他要亲自来验货。恒丰啊，省城最大的水产加工厂，咱们村的鱼要是能进恒丰，那可不得了。进不进得了，看品质。品质不够，认识谁都没用。品质够了，研究所老何说了，这个品种抗逆性强，长得快，但对水质和饲料要求很高，一般人他不建议养。但他说我那些养殖记录比他实验室的学生记得还细，这鱼给我养，他放心。夏老板，出事了！李大彪那个塘被查了，取了样，3天出结果。但那个王八蛋不但没停手，反而连夜雇了10几个人，要把鱼全捞出来，趁检测结果出来真全部甩卖。他怎么卖？降价，草鱼1斤5块5，比市场价低了快1半。镇上几个贪便宜的小馆子已经去拉了，隔壁县有个做鱼丸的小厂，今晚要开3辆大车来全收。赵叔，帮我一个忙。
隔壁县那个鱼丸厂的联系方式能给我吗？还有今晚所有去拉鱼的人的名字，能记多少记多少。你要这个干什么？那些鱼不能进市场，吃了会出事。可是你出面拦他，他会跟你拼命的。我不用出面。喂，周经理吗？我是夏晨，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青石村那边有批问题鱼，今晚要被甩卖到隔壁县，我不知道你对这种消息感不感兴趣？说具体点。因为李大彪投发霉饲料，满塘死鱼，执法队抽样检查了。夏老板，你跟我说这个图什么？图个心安。那些鱼要是吃出事来，毁的不只是他李大彪一个人，毁的是整个青石村养殖户的名声。我以后还要在这行干下去，行业烂了，对谁都没好处。行，这事儿我来处理。恒丰在省城有对接的检测机构，隔壁县那几个大的水产加工厂我也都认识，我让他们自己掂量。彪哥，不好了，执法队又来了，还带了更多人。周队长，这么早啊？检测结果出来了，我早说了，我这鱼没问题。李老板，你先看看这个。周队长，是不是搞错了？我就为了几天过期饲料，能有多大事儿？光是过期饲料，我们在你的鱼体样本里检出了高浓度的激素残留，还有农业部明令禁止使用的抗生素。李老板，你往鱼肚子里打了多少违禁东西，自己心里清楚。我就加了一点点，别人都这么干。别人谁？你报个名字，我们现在就去查。李老板，这批鱼全部禁止销售，就地封存，鱼塘停业整顿。另外，使用国家禁用兽药这件事儿，不是罚款能解决的，相关材料我们会移交司法机关。你说什么？封存？凭什么封存？那塘里还有1万多斤活鱼，你知道我投了多少钱进去吗？那是你的事儿。从现在起，这个鱼塘被封了，塘里的鱼一条都不能动，贴封条。谁敢贴？这是我李家的地，我爸是村长，你们谁敢封？小李，让开！阻碍执法是要行政拘留的。彪哥，算了，别跟执法队硬来。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天我坐在这塘埂上翘着腿吃西瓜，跟夏晨说鱼塘收回，这1园的鱼塘收回，这些鱼你也给我留下，你滚蛋！他走的时候回头说了一句话：李哥，这行的水深，别淹着。你他娘的，你早就知道我会翻塘。爸，出事了，真的出事了。违禁药、发霉饲料、激素残留，每一项都是硬伤。我打了3个电话，2个客客气气回绝了，说老李，这事儿不是不帮，是实在没法伸手。老李，听我一句劝，让你儿子主动配合，态度好一点儿，争取从轻处理。他这些年一直以为自己玩得转，当村干部，手可以长，但不能脏，手脏了还能洗，名声脏了洗不掉。现在忽然发现，有些东西不是什么人都能玩得转的。夏老板，隔壁县那个鱼丸厂连夜把货退了，我让人把检测报告给他们看了一下，他们当场就封了冷库。收到。不过我多嘴问一句，那个李大彪的爹是你们村村长，听说正在到处找人。
他要是找到你头上怎么办？他不会来找我，他知道找我他更难堪。1号堂的鱼苗已经下塘10天了，成活率超过98%。再过20天要分塘，2号堂的防射膜明天得补1块，饲料配方要转2号料，出塘计划要跟恒丰对接，要做的事还很多。没人可打，连黄毛今晚也没来。陈哥，电话！恒丰的周经理打来的。夏老板，跟你说个事儿，我们公司刚开完会，今年全省要选3个直供基地，我把你的名字报上去了。不过有一条，第一批货我要亲自来验，品质达标签长约，不达标我不但不会签，以后恒丰不会再考虑跟你合作，你敢不敢接？1个月后，北山见。那味道，隔3个院子都闻得到。我家晒的被子全熏臭了。黄毛，你说夏晨他到底是恨我，还是帮我？什么？李哥，这行的水深，别淹。那天他走的时候说，这行水深，别淹着。我当时以为他在放狠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的在提醒我，他知道我养不活那些鱼，知道我会用发霉饲料，知道我会掺假，但他还是把鱼塘让给我了。他是不是有病？他没病，有病的是我，从头到尾有病的是我。彪哥，我听村里人说，夏晨在北山又挖了3个塘，已经放苗了，还说那塘修的方圆百里找不出第2个。我知道，我以前不信报应，但我现在信了。我抢了人家的鱼塘，半个月就毁得干干净净，客户秤全跑了。我为了发霉饲料，鱼全死了。我托我爹找人说情，人家一听是我，直接挂了电话。但我还有一件事能做。什么？让夏晨也开不了张。老李，我跟你交个底，你儿子的事儿不是没人能帮忙，是没人敢帮忙。他在塘里用的那些药，上面已经通报了，谁帮他说话，谁就在拿自己开玩笑。什么意思？我没见过夏晨，但他能让省水产研究所主动保他的取水许可，能让恒丰水产的采购经理书说那是候选职工基地，能让你儿子的检测报告在1天之内被抄送到全县所有水产经销商手里。老李，你想想，这是一个普通养殖户能干出来的事儿。我就不信这个邪，他夏晨能承包鱼塘，我李大彪就不能。爹，你得帮我。你现在还有一条路，主动认，该罚的罚，该赔的赔，态度好，或许能轻一点。认？凭什么认？那些东西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用，别人都这样，凭什么只抓我？因为别人没被抓到，你被抓了，你就得认。老李，我听说一件事，你儿子打算在北山给夏晨使绊子，我劝你不要。那小子的来路我现在还没摸透，但你听我一句劝，别试。每分钟30克，鱼苗入水第1天，最关键的适应期，分毫不能差。夏老板，有人找你，李大彪，让他过来。说吧，夏晨，你赢了，鱼塘疯了，鱼全死了，客户跑光了。我来就是想问你一句，你当初为什么把鱼塘让给我？你是不是心里有数，知道我守不住？我让给你，是因为你爸是村长，你拿着村委会的红头文件来收鱼塘，我在程序上争不过你。既然争不过，不如走。就这样？就这样。你真的是个怪人，李哥，你今天来，不只是想问我这句话吧？
夏晨，我今天来跟你说清楚，你别以为我完了，你就能安安稳稳在北山发财。我爸是村长，村里的水电管网全归他管。你这个北山鱼塘的取水线路要从村界过，我爸不点头，你拉不上来水管。你爸能卡我的管道施工，不能卡我的取水许可。取水是镇上水务所审批的，不归村里管。你没仔细看承包合同，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特意多加了一条，取水口从山西上游一直到分水岭，全部包含在承包范围内。我直接引山西水，你爸卡不住。就算你不怕卡水管，你总要往外卖鱼吧？我爸跟镇上所有运输队都打了招呼，没人敢给你拉育苗、拉饲料。李哥，我跟你说个秘密，你知道我这5年最值钱的东西是什么？我在青石村做了5年，从来没求过你爸办一件事，也没巴结过你们李家任何一个人。你以为我靠的是什么？我靠的是这些。你以为鱼塘是最值钱的？李哥，鱼塘不值钱，你抢走的那个鱼塘60亩水面，1年租金不到2万，最值钱的是他们。你不用去找运输队堵我，我的鱼自然有人上门来拉。小陈，你到底是谁？他来找你算账？不是，他是来探底的，想看看他还能不能用他爹压住我。发现压不住以后，他就不会来了。我当过5年兵，见过不少人，我知道什么叫气场，不是嗓门大，不是动手快，而是遇到任何事都面不改色的沉稳。那种沉稳不是天生的，是修炼出来的。我不知道夏晨修炼过什么，但我开始隐约觉得这个年轻人比他表现出来的要深得多。跟我们走吧。彪哥，没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总部开会定了，首批合格就签3年独家职工协议，价格按市场最高等级结算，1年1条，只涨不降。喂，夏老板，我在听，条件很好，但我有一个要求。你说。协议加1条，质检放水采购吃拿卡药，协议自动终止。我要的不是关系，是规矩。干采购15年，你是敢说这话的第3个人。前2个现在都是我们的战略合作基地。那第3个也快了。刘婶烧的腌萝卜，谢你上次帮她修水泵。村里人都问新鱼塘啥时候招工人，快了。出塘后扩5个塘，至少再招6人。怎么了？我在部队学过电机维修，塘里自动化设备越来越多。你出钱送我去培训拿证，我回来专门管设备。你要是觉得不行就算了。行，培训费我出，培训期间工资照放。但有一条，学成回来，在我这至少干3年。就这条件？就这条件？你出钱让我学手艺，我回来干活天经地义啊！有人觉得学完手艺，翅膀硬了就该飞了。你不想飞，那你就是我要的人。3年，少1天我是孙子。他没想过，那些他看不起的养殖日志，最终成了审判他的罪证。不是我审判他，是那些他随意践踏的规矩。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调养了几天？3天，停食、净肠、去腥。赵叔，你是老行家，你来看。不用看了，跟我以前拉过的一样，甚至更好。哦，夏老板，这一塘预计多少斤？8000斤，剩下2塘还要再养1个月。我要2000斤，价格随你开，但有一个条件。
以后每个月给我留2000斤，我靠这批鱼搬口碑。可以，价格按市价走。今天9块3，我收你9块，减3毛是我的规矩，现款现货，不赊不欠。别人赊账拉客，你反倒要现款。赊账拉住的是投机的人，现款留住的是真心合作的人。我的鱼品质在这儿摆着，不愁卖。合适。定金怎么付？我现在就转。李大彪亏本降价求着人买，夏晨1分不让客户抢着付定金，这是什么道理？鱼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东西不值钱，活的标准才值钱。赵叔，你们5个今天上午把数量报给张小河，按交定金先后顺序出鱼，不插队，不夹赛。那要是有大客户来插队呢？大客户也得排队，规矩定好了，对谁都一样。夏晨，我就是来捞鱼的。你那句规矩比关系重要，我们总监说你是个明白人，让我亲自来看看。你这水养了多久？从放苗到现在没断过1天监测，水温、溶氧、pH、氨氮、亚硫酸盐，每天早晚各测1次。好鱼，你这种养殖方式已经超出了一般养殖户的范畴，你是在做标准化。标准化只是第一步，我要做的是可追溯，从鱼苗到上市每个环节都有记录。这个部门今年刚成立，专门负责跟最核心的供应商对接。目前全省只有5家进了战略采购名单。今天验完这批鱼，我会推荐你成为第6家。第一批鱼出塘，我给你留2000斤，你带回做全套质检，合格了再谈。我见过几百个养殖户，能说会道的多了去了，拍胸脯保证质量的也多了去了。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说和做之间没有半点距离的人。我明天一早捞鱼，你要有空到现场看着。我今晚就住你这儿，工棚只有行军床。你住的，我住不得。这批鱼今晚到恒丰质检中心，明天上午出全套检测报告。如果全部合格，下周1，恒丰法务部会把战略采购合议发到你邮箱。我等报告出来再说。品控是做出来的，不是谈出来的。夏老板，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但我服你。你这个人不会吹牛，不会耍狠，被欺负了连句脏话都不骂，但你赢了，赢得堂堂正正。陈哥，今天的账结完了，总共出鱼6800斤，加上小贩的3000斤，今天总回款9万2。你的工资从这个月开始涨500。为啥？因为你记账比我清楚。陈哥，我有时候觉得你不像个养鱼的。那我像什么？像个……我说不上来。反正你跟别人不一样。小何，明天跟我去趟镇上，我们要注册一个品牌。老周，你确定这是同一个塘出的鱼？我认识你15年了，你见我做过手脚？就是因为你没做过手脚，我才觉得不可思议。草鱼成鱼，体重1.4克，休药期合规，克民素未检出，3子茯苓类未检出，乙磷俗度未检出，铅、镉、无机砷全部优于国标1个数量级。老周，你知道这是什么水平吗？什么水平？
这是我干制点20年，在全省见过的最干净的淡水鱼，不算最干净，就是最干净。而且6份样品抽的是3个不同糖、不同批次的鱼，数据一致性高的离谱。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养殖户的生产管理已经达到了工业级标准化，每一塘鱼的水质、饲料、防疫、出塘节奏全在掌控之中，没有意外，没有侥幸，没有差不多。这个人是什么来头？没什么来头，就是青石村一个普通养殖户，养了5年鱼。上个月鱼塘被村长儿子抢了，他一声没吭，转头去北山脚下挖了3个水塘。我去验货的时候，他把5年的养殖日记给我看了，每天的水温、溶氧、pH、氨氮全部手写，1天没断过。这个人不能只签独家供应，那签什么？签战略直供基地，把这个点标红，以后恒丰在省内所有连锁超市渠道的高端淡水鱼优先从这个基地采购，品控免检，抽检比例从常规的30%降到10%，如果连续1年数据不变动，降到5%。免检？你舍得给一个新供应商免检资格？我不是舍得，是我看到了数据之后，觉得再减下去是浪费。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坑？陈哥，恒丰开的价格比市场价高1成，每年1条，只涨不降，还有预付款，第1年就是50万，打到账上之后再发货。协议收到，有一条想加，甲方有权随时抽检，但如果连续12个月抽检合格率达到99%以上，抽检比例自动降至5%；如果合格率低于99%，比例恢复至30%。别的供应商都求着我们少抽检，你反倒往上加。抽检不是约束我，是保护我。如果我的鱼出了问题而恒丰没抽到，流向市场砸的是恒丰的招牌，恒丰招牌砸了，我的鱼再好也卖不上价。你的质检就是我的保险。小何，你在北山那边干的咋样？下沉那孩子新挖的塘出鱼了没？出了，第1批出了将近7000斤，全卖完了。恒丰就是之前把李大彪那批鱼拒收的那个省城大厂，跟咱们签了3年的战略直供协议，给了50万预付款，价格比市场高1成。我的老天，50万预付款，养鱼还能这么养的？恒丰不就是之前拒收李大彪那批鱼的大成吗？他们能看上夏沉，那夏沉的鱼得有多好？你傻呀！夏沉在咱们村养了5年鱼，什么时候出过拆鱼？是李大彪那个王八蛋把他的塘抢了，他才走的。这下好了，李大彪把自己抢进了局子，夏沉在北山又把牌子立起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是一点不假。老李啊，你儿子的事儿，镇上有什么说法没有？等着判吧，都是自己作的，谁也别怨。北山青塘，陈哥，这名字好听，谁给你取的？自己想的。青是水青，也是人青，不混。我让我侄子帮忙画了个 logo， 你看看行不行？你这侄子以后能靠画画吃饭。把这个鱼单独摆一个柜儿，标价提1块钱，旁边草鱼9块8，这个10块8，立个牌子，上面就写恒丰战略直供基地，产地可追溯，零药残。提1块钱能卖动吗？顾客又不知道这北山青塘是什么。你看着。徐哥，昨天那个北山青塘的草鱼，下午3点就卖断了货，有个阿姨买了回去炖了，晚上又带他邻居来说这鱼不腥，肉紧，跟他小时候吃的河鱼一个味儿。他邻居想买，已经没了。老徐，那个养鱼的跟你以前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省城3家超市昨天总共卖了不到300斤，全部下午3点前卖断货，补货单我已经下了，明天一早发2车，别让我断货。陈哥，你就不能高兴一下吗？咱们的鱼在省城3个小时就卖断了货，恒丰催着补货，你至少笑一下吧。有一句话你记一下，今天是卖断货，明天是正常出，后天就是日复一日。啥意思？意思是卖断货不稀奇，每天都卖断货才叫站稳。这块地我要了。5年前我站在这里，兜里只有12万，那时候这山坳里全是荒草乱石，连条路都没有。现在3片塘，2车鱼，一个直供基地的牌子，不是运气，是每一步都踩在应该踩的地方。明天还要发2车货，饲料配方要调整，
增养时间要微调。张小河的侄子得打个电话表扬一下。李建国的电工培训该报名了。听说他儿子那个案子，光罚款就要20多万，20多万算少的。他那塘里的鱼全被拉去销毁了，连吴代花处理费都是村里垫的。老李，这2位是县里来的同志，有几个问题想跟你核实一下。问吧。李国富同志，我们接到群众反映，你在担任青石村村长期间，有多个项目涉及利益输送，其中一项是去年村里到镇上的道路硬化工程，承包方是你外甥的公司；另一项是上半年村小学的校舍修缮，用了你堂弟的建筑队。这2件事，请你说明一下。老支书走的那年，拉着我的手说：“小李，小李，当村干部，手可以长，但不能脏，手脏了还能洗，名声脏了洗不掉。”我当时跟他说：“我记住了。”后来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就给忘了。李国富同志，有些事儿你主动交代，组织上会考虑的。我都说。夏老板，你这回打算养什么？草鱼还是花鲢？都不是，这批新塘我要养鲈鱼。这鱼可不好养。我听说前年隔壁县有人养鲈鱼，投了200多万，1年下来全赔光了，一根鱼毛都没剩。听说了，他还欠了我一个朋友3万多块饲料款没结。破产那天晚上，在塘边蹲着抽了一整夜的烟。那你还要养？因为别人养不活，才更值得养。全省能做出来的没几个，但只要做成了，就是独一份。业界对这个人的评价很两极，有人说他是书呆子，实验室里能养出花来，落到大田就水土不服；也有人说他是被低估的专家，只是没碰上懂行的合作方。老郑，是我夏晨，跟你打听个人，闽海省那个苏静，你了解吗？苏静，你怎么问起他来了？我准备上鲈鱼，看了他的苗。夏晨啊，我跟你说实话，苏静这个人技术是真的硬，但他有个毛病，脾气太直，说话不会拐弯，跟以前的领导闹翻了才走的。你要是受得了他那个脾气，倒是个合适的人。不过他挑合作方，那也是出了名的难搞。我要去闽海出一趟差，少则3、4天，多则1个礼拜。我不在的时候，小何负责账目和客户联络，建国负责塘区管理。每天早晚的数据照常记，晚上发到我手机上。闽海，陈哥，你要亲自去进鱼苗。现在物流这么发达，打个电话让他们发过来不就行了？鲈鱼苗不一样，苗的质量决定了未来3年的成败。我必须亲眼看看它的车间、它的水、它的苗。物流能送鱼苗，但不能替我看清人。你放心吧，塘区我一步不离。老支书，我没记住你的话，我手脏了，名声也脏了，儿子也没教好。5年前夏晨来村里承包那片荒滩的时候，我想的是，一个毛头小子能折腾出什么花来？5年后，他的鱼卖进了省城，我儿子的鱼烂在了塘里，他站在北山底下的探照灯里。我坐在这间黑乎乎的塘。鲈鱼不是草鱼，草鱼的水质差一点还能撑几天，鲈鱼半天就得翻塘。全省没人做出来，不是因为鲈鱼本身多难养，而是因为大部分人的管理精度跟不上。但我有5年不间断的水质数据，有恒丰的质检标准当参考，有北山那条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的山溪水，条件都齐了，只差2样：好苗和对的人了。脾气直不怕，技术硬的脾气都直，难搞也不怕。我对品质要求比谁都难搞，就看我这个难搞能不能对上他那个难搞吧。老师傅，问一下苏博士的育苗场怎么走？你是来买鱼苗的吧？走到头靠海那片白房子就是。我跟你说，苏博士那个人脾气怪得很，你要是诚心买他的苗，他跟你谈3天3夜都不嫌累。你要是想糊弄他，他一眼就把你扫地出门了。谢谢师傅。
阿黄回来。你好，我找苏静博士，我是北山养殖基地的，从青石村过来的，我姓夏。你就是那个夏晨？你认识我？不认识，但3天前恒丰的周明伟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养鱼的方式跟他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还说你每天测水质测了5年没断过。是有这事儿。周明伟那个人看鱼的眼力不错，看人的眼力一般，他当年被人坑过。不过他既然替你说了话，我给你10分钟，进来。开口率高，池里几乎没有损耗苗，而且你这水里的存油物控制的特别好。鱼苗鳃丝还没完全发育的半个月，最容易受存油物刺激得鳃炎。你这水比一些实验室的净水标准还高。你是怎么控制旋入物的？微滤机加溴氧消毒。微滤机我自己改的，过滤精度是市面上标准机型的3倍，就是这个，市面上买不到，我自己画图纸找师傅车的。你拍照干什么？回去以后仿制一批，钱会使用量算专利费，我从不白女别人的技术。我见了这么多笑着说学习的人，但开口就说要付钱的，这还是头一个。你知道养鲈鱼最大的难点是什么？苗种退化。加州鲈在国内推广10几年了，存活率和生长速度逐年下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苗场，全国不超过5家。你知道我的苗为什么没退化？我看过你3年前发在水产高智上的论文《加州龙核心育种群体的遗传距离控制与选育效果分析》。你在群体地理学的基础上做了进正系数控制，每一代选育之前都做培母亲缘关系分析。别的苗长还在凭经验挑种鱼，你在做分子标记辅助选育。你真的看过我的论文？看过，不止1篇。这是我对你论文里几个关键数据做的摘要：近交系数每增加0.1，生长速度下降4.3%，存活率下降2.7%。你的核心局体近交系数控制在5%以内，所以你的苗没退化。跟我来，给你看个东西。这是我的核心育种群体，外面那些商品苗都是它们的后代，群捕近交系数控制在0.03以内。这个群体我养了4年，每年选1代，现在已经是第4代了。第4代的生长速度比普通苗快了大约2成，抗病力强了1半。这些种鱼的苗你往外卖吗？卖，但我挑人。你之前养过鲈鱼吗？没有，只养过草鱼和花醪。那你凭什么让我把种苗给你？这是我在北山新塘做的鲈鱼养殖方案，水温、水质、饲料配方、病害预防周期，每一项都做了，你看完再决定。怎么说？你确实是个异类。我见过太多想养鲈鱼的人，要么什么都不懂，以为跟养草鱼一样往水里一扔就完事儿，要么什么都想靠设备，几百万的循环水系统砸下来，结果连鱼苗开口都做不好。你不一样，你知道养鱼养的是水，不是鱼，你知道要把功夫下在看不见的地方。今晚你住镇上，明天一早再来，我带你看苗的出苗测试。测试什么？你选的那些苗，我会先做一组应激试验，看他们在运输模拟中活率和开口反应，过了签合同。不过那就对不起了。公平。另外，那个过滤头，你回去仿制的时候，我给你发图纸，专利费不用，算我送你的。为什么？因为你没问我能不能便宜点，你一进来问的是成粒物怎么控制，冲这个值一个过滤头。黑咖啡，没糖没奶，育苗场只有这个。谢了。一般鱼苗在这种条件下，6小时存活率做到8成就是优秀了。这个行业里，太多人觉得运输损耗是买家的事儿，跟卖家没关系，但我不这么看。13号箱，丛圃近交系数0.12的那个批号，第5代已经出现表性退化了，生长速度比第4代慢了将近3成。那些苗怎么处理？全部淘汰，不能让它流进市场。合同拿来。我签。你不看条款？不用看，能把我3年论文数据背得比我学生还清楚的人，不会在合同里给我挖坑。那种人不屑于干这种事。苏博士，这批苗到家以后，我每天给你发数据。发给我干什么？你买了就是你的。让你知道你的苗在什么样的水里长大。阿黄，这个人不像个生意人。
他像个搞科研的，一个养鱼的，比我当年在研究所遇到的大部分研究生还认真。不过他的方案里工厂化循环水部分有个小错误，今晚给他发邮件指出来。不对，夏老板，应激性肠炎，早期。什么引起的？这几天持续高温，水温变动超过了鲈鱼的耐受范围，加上昨晚那次停电，虽然发电机自动切了，但切换那几十秒还是造成了溶氧瞬间下降。三黄粉拌料投喂3天，减料3成，增氧全开，夜里加一般均茶。夏老板，你连药都备好了，你早就知道会出问题。鲈鱼进鸡塘前3周最容易出应激反应，苏博士的方案里写过，我也在资料里看到过，所以我把可能用到的几种药都备了一点，不多，刚好能应急，不会浪费也不会过期。我明白了，以后巡塘的时候，我也学着多看一眼。夏老板，全好了，一条没死。那个应激反应的处理，你真的是第一次养鲈鱼？是第一次。那你怎么能判断的那么快？因为我每天看数据，数据告诉我它们不舒服了，我就找原因，找到了原因对症处理就行了。养鱼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此人日后若扩大规模，明海育苗优先购苗，不计订单大小，不计运费补贴，不计市场行情，因为好苗只有落在好水里，才不算白活。夏老板，你现在一天在这塘边待的时间比鱼待的时间还长。这批鲈鱼再过2个月就能出塘了，赶在元旦前上市，打个时间差，价格能高出2成。你怎么知道元旦前价格会高？因为冬天鲈鱼长得慢，市面上成鱼少，供少需多，价格自然涨。这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是常识，只不过大部分人懒得去算。陈哥，省城那个叫仙道家的生鲜电商平台，他们采购总监亲自打的电话，说想约你面谈。告诉他们，面谈可以，但有一个条件，让他们的人来北山，我不去省城。他们说行，他们总监下周1来。夏老板，你这水比我见过的所有鱼塘都清。清不代表好，太清的水养不出肥鱼。我这塘水的能见度控制在40厘米，刚好够鲈鱼不互相咬尾，又不影响它们长肉。你连能见度都控制？水质没有差不多，每一个参数都有对应的养殖效果。水温影响进食量，溶氧影响消化率，能见鲈鱼影响在浑水里会不吃料吗？夏老板，你跟恒丰签的独家协议到哪一步？战略职工，草鱼已经签了3年，鲈鱼还没签，要看第一批出塘的数据。那就是说，鲈鱼的独家还没定？没定，但我卖鱼不看平台大小，只看一条。什么？回款速度。恒丰给我的是现款现货，你那个平台我知道，账期45天，拖到60天的也不少见。你要是按这个来，就别谈了。这样，我给你开个特例，鲈鱼专供，先到家预售模式。用户下单付款后，我再给你发采购单，发货前我付全款，等于你没有账期，我的资金周转压力全在自己身上。你能做这个主？我来之前跟 CEO 打过招呼了，他说只要鱼够好，规矩可以破。那你先拿200斤回去试卖，数据好，再来谈长期的事儿。现在就能捞200斤？能，但有个条件，你自己捞。行。夏老板，今天这趟回去，我要跟 CEO 说，这个基地的鱼我们抢定了。等你卖完了再抢，先卖后说。北山清塘鲈鱼标价每斤42块，比市场上普通鲈鱼贵了快一半。上架2个半小时，全部售罄，用户评塘清一色5星好评。终于吃到没有土腥味的鲈鱼了，清蒸之后肉是甜的，孩子一个人吃了半条。小何，你刚说啥？42块1斤，还抢光了。夏老板，下批货能不能给我500斤？不，1000斤。我们 CEO 说了，北山的鲈鱼先到家，准备做长线爆品，首页班 K 位连推1周。1000斤现在出不了，鲈鱼还没到最佳出塘规格，现在出是浪费。
再等1个半月，等平均体重到了600克以上，我第一批给你2000斤。1个半月太久了吧？现在市场正热。现在出是砸我招牌，鱼没长到时候肉是松的，下锅一蒸就散。你今天卖爆了，下个月顾客买到不达标的鱼，骂的是我北山的牌子。等1个半月，你等不等？我等，你说了算。陈哥，42块1斤，2个半小时抢光，人家催着你要货，你再等1个半月，你就不怕他跑了？跑不了。我的鱼是他的招牌，他的平台是我的渠道。他要的是长线爆品，我要的是长线口烟。急在这一时半会儿，两头都赚不长久。鲈鱼已经涨到快1斤了，再过2个月就是元旦，冬天鲈鱼涨得慢，市面上成鱼最少的时候，那时候出塘不打折，只用最好的鱼卖最好的价，然后再扩3个塘。元旦前首批龙鱼出塘，时间差打出来之后，明年开春扩10号塘。今天选举青石村新一任村长，候选人孙长河，原镇水务所站长，在水利系统干了23年，经过组织考察和民主推荐，提名他为青石村村长候选人。大家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提。我就问一句，孙所长，你放着镇上的铁饭碗不端，来接手我们这个烂摊子，图什么？说实话，我本来不想来。干了半辈子水利，管的是水库和河道，虽然不算大权在握，但每一件都是实事。接手青石村，我知道是个烂摊子。前任村长被撸了，他儿子判了，老鱼塘的水臭了半个村子，村民对村委会的信任也没了。但镇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说了一句话让我没法拒绝。他说，青石村现在需要一个干净的人来管事，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夏老板，我今天来是代表村里跟你道个歉。孙站长，你道什么歉？叫我老孙就行。我现在不是站长了，是村长。我接了这个村，就得把前任留下的账还清楚。李家父子的事儿你也知道，儿子判了，老子被撸了，但他们造的孽还没清。李国富当村长这些年，村里好几个项目都跟他家亲戚有关系。老鱼塘那块地，当初是李国富违规批给他儿子强占的。我今天来，一是道歉，二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你说，村里想把老鱼塘那块地重新规划，等你出资清完鱼换完土之后，那块地还是集体的。但我的想法是，不再承包给私人，而是成立一个村集体的水产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管理，收益归集体，村里按股份分红给村民。这个想法不错，但你得先把一件事做在前头。清淤，那塘底的淤泥已经半年没清了，李大彪喂的发霉饲料和违禁药残留全沉在泥里，不把淤泥清干净，新水灌进去也养不出好鱼。清淤费我出，算是给合作社的启动支持。夏老板，你出钱清淤？你知道那口塘清一遍淤要多少钱吗？知道，我算了，淤泥深度大概60几公分，60亩水面，清淤加上换田守土，至少15万。但合作社刚起步，村里拿不出这笔钱，我先垫着，等你把方案报到镇上批下来就开工。夏老板，你这样做图什么？不图什么，我是从这块地走出去的。当年要不是村里把那60亩荒滩承包给我，我也没有今天。现在我有能力了，回馈一点是应该的。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合作社的管理必须规范，账目公开，分红透明，不能像以前那样，某一家某一姓把着鱼塘，别的人一根筷子都插不进去。清淤的钱我出，出完之后你想办法让合作社真正运转，不是挂个牌子不做事，是真正养鱼、卖鱼分红，能做到吗？你放心，我孙长河干了半辈子水利，最清楚一件事：水管不好会淹死人，账管不好会黑透心。还有一件事，合作社的鱼苗优先从北山调，我出苗，你们养，
养大了按市场价收，质量我把关，销路我也可以帮你们找。夏老板，你这是等于把一部分利润让给了村集体？不算让，我一个人养鱼，赚的是我一个人的钱；合作社养鱼，赚的是全村人的钱。这不是让，是大家一起把蛋糕做大。蛋糕大了，每个人分到的自然就多了。才半年功夫，半年前这水黑的跟酱油一样，臭的全村人绕着走，现在又能看见底儿了。还是因为青鱼换土了，听说光青鱼就花了10好几万。不只是青鱼，李大彪在的时候，水浑不是泥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那小子把过期的发霉饲料往塘里倒，把激素拌在料里喂，鱼死了还捞起来半价卖给小作坊，那不是养鱼，是害人。现在人心清了，水才能清。这个合作社是全村人的，不是哪一家哪一姓的，大家伙一起干，盈亏一起担。我孙长河把话说在前头，合作社的账每月公布一次，谁都可以来查。分红的时候按股份算，1分不会少。谁要是想往自己兜里揣，对不起，我第一个不答应。还有一件事儿，老鱼塘这次清淤换土花了15万，这笔钱不是村里出的，也不是镇上拨的，是北山的夏晨夏老板个人出的，分文未履。夏老板今天没来，他在北山忙着给鲈鱼盖越冬温棚，走不开。但他托我带句话，合作社的第一批鱼苗，北山免费供应，草鱼苗1万尾，开春就拉过来。等合作社的鱼长大了，他帮你们找销路。陈哥，合作社挂牌了，老孙头在台上专门提了你，说清鱼费是你出的，鱼苗也是你送的，村里那些人都在打听你怎么没去。这里走不开，温控探头还没校准完，差半度都会影响鲈鱼的越冬存活率。你就不能说句人话，比如说我很感动，或者我很欣慰？提不提我不重要，重要的合作社能不能真正规范化运作？牌子挂上了，鱼苗拉过去了，清淤也做完了，但能不能养好鱼、管好账、分好红，才是合作社能不能活下去的关键。挂牌只是个开始。你这种神仙心态，有时候真让人急得想踹你。不过你今天这番话，要是被老孙头听见，他又得感动的给你竖大拇指了。他不用竖大拇指，他把合作社管好，就是最好的大拇指。我说两句。今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累的一年，也是最踏实的一年。跟着夏老板干活，不欠薪不拖欠，说的每句话都算数。我不太会说话，就这一句，夏老板，谢谢。我跟夏老板认识快1年了，给他修了8个鱼塘，修到最后一个的时候，我自己把防射层从3层加到了4层，他没让我加，是我自己要加的，因为我觉得给这个人干活干糟了，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夏老板，我干了20年工程。你是头一个让我觉得不把活干到最好就欠你什么的人。明年继续。这鲈鱼肉紧味儿甜，没土腥。我在外面吃了20年鱼，没吃过这么好的。3斤多的鱼都在上下骨架。确实，外面是零下5度，里面是18度；外面是寒冬腊月，里面是春天。鲈鱼不知道外面有多冷。他们只知道这里水是暖的，料是足的，容养刚好。他们不需要知道外面的事，他们只管长。合作社挂牌了，老孙头是个干净的人，他说管好账就一定能管好。恒夫和仙道家的订单排到了开春，鲈鱼越冬数据稳定。明年的计划，春节后扩10号塘，草鱼供合作社，鲈鱼直供风和仙道家。明年年底把北山清塘做成全省第一个可追溯水产品牌。夏老板，实验室批下来了，明年开春第一批联合选用的鲈鱼苗就是这里出。你那边温棚数据怎么样？水温18度，容氧8.2，全部正常，一条没死。那就好。对了，过年你怎么安排的？工棚里过，几十号工人轮休，我得盯着温棚。你呢？一样，大棚里过，每年都这样，习惯了。那今年多过一个人的年，数据共享也算一起过了。算，不算我跟你客气。
有些关系不需要多余的话，你把数据发给我，我把数据鱼苗发给你，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守着同一批鱼苗的后代，这就是他们的。